萧初然心态颓丧地上楼回到房间，无论是爸爸还是妈妈，都没有发现他情绪上的异常。对此，萧初然也早就已经习惯了，自己的爸妈似乎天生就不会体贴人。这个家里除了叶晨之外，没有任何人会关心自己的情绪和感受。萧长坤和马兰此时满脑子想的都是这次去马尔代夫要怎么玩才能值回票价，根本没有人注意过萧初然已经哭到红肿的双眼。回到房间，萧初然用冷水洗了把脸，尽量让自己的情绪平复之后，便开始考虑该如何离开叶晨，才能够最大限度降低对他的影响。不过首先要确定的就是2月初2龙抬头的那天，叶晨究竟有什么安排。于是他拿起手机给叶晨发了一条微信语音消息：老公，你今年的生日打算怎么过？此刻的叶晨正在塔瓦纳演出的后台百无聊赖，收到萧初然的微信，他也没有什么迟疑，便直接回复道：老婆，你不是一直都很喜欢顾秋怡吗？顾秋怡的最后一场告别演唱会正好2月初2那天在燕京举办，我想着要不咱们2个人去一趟燕京，过个2人世界，顺便带你看一场演唱会，你觉得怎么样？萧初然收到这条消息，整个人愣了半天。如果不是已经见到了唐四海，他并不会觉得叶晨这个安排有什么问题，甚至可能会因为叶晨过生日当天还想着带自己看演唱会而心生感动。可是现在他知道了，顾秋怡是叶晨的未婚妻，所以在听到叶晨这个安排之后，他的心里难免又有一些抽痛。顾秋怡2次选在叶晨生日当天开演唱会，这其中的心思自然也是不言而喻的。这一刻，萧初然的内心深处对叶晨的这个安排有些抗拒和抵触，可是他冷静下来仔细地想了想，却发现这其实是一个离开叶晨的好机会。到时候自己和叶晨一起去燕京看顾秋怡的演唱会，父母这边就可以让唐四海先行安排他们离开，等父母走过之后，自己再想办法，看看如何能够从叶晨身边抽身。到时候一家3口直接从叶晨的生活中人间蒸发，自己给叶晨留下一封书信，在金陵的家中，等叶晨回来看到信时，就会知道具体情况。萧初然也不准备在离开的理由上对他有所隐瞒，毕竟他对自己隐瞒了这么多年的身份，自己不想也像他那样继续隐瞒对方。他打算到时候在信里告诉叶晨，就说自己知道了他的身份背景，也知道了他面临的复仇之路，为了不影响他，才决定离开他，让他可以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集中精力去应对仇家。至于2人将来还有没有机会再见，萧初然想了很久，最终做出决定，走的时候要在信里告诉叶晨，不要再找自己了。2人的婚姻本就夹杂了太多爱情之外的东西，不但有包办婚姻，还有隐瞒、欺骗以及门不当户不对的巨大差距。既然叶晨的实际身份是燕京叶家的叶晨，也不是金陵的孤儿叶晨，那自己与他的结婚证想来也不具备什么法律效力，这段婚姻就此结束，对彼此都更好一些。之所以要结束这段婚姻，一来是因为萧初然早就跟叶晨说过，如果真的被欺骗，会选择离婚。但第2个原因才更重要，萧初然心里很清楚，自己与叶晨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一旦叶晨回归叶家，如果他还跟自己保持婚姻关系，那自己就会成为全世界女人羡慕的对象。而他们羡慕自己的原因，肯定是觉得自己命太好，一个如此普通的女孩竟然能够嫁给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富2代之一。萧初然也是一个要强的女人，她也不想自己将来背上一个豪门太太、现实版灰姑娘的头衔，与其成为一个豪门的附用品，她更希望能够过平淡轻松的生活。更何况顾秋怡明显比自己更适合叶晨，而且她这么多年为了找叶晨付出太多，于情于理，这都是一个值得尊敬并且值得被成全的女孩子。自己与叶晨结束婚姻，能成全他们，也算是成就了一桩美事。于是他便回复叶晨，那等到2月2的时候，
咱们2个人去燕京过2人世界吧，顺便看一下顾小姐的演唱会。等演唱会结束之后，我可能要去外地出差，到时候你就直接回家，我从燕京坐飞机去荣城。叶晨好奇地问，怎么忽然要去荣城出差啊？萧初然思考片刻，用刚刚想出来的话术回答，一个客户给我介绍了一个她的好闺蜜，她闺蜜在荣城有一套很大的独栋别墅想要装修，希望我能给出一个设计方案，我要过去实地考察一下。说完这话，她心里忐忑又惭愧。忐忑是因为她不知道叶晨会不会识破自己的谎言，惭愧则是因为这应该还是自己第一次跟叶晨撒谎。可是她很快又意识到，这几年叶晨总是说自己要去各地给人看风水，或许就跟自己这次撒谎说要去外地给别人做设计是一样的心态与动机。一念至此，她又不免心中感慨，自己与叶晨的婚姻还真是畸形，以至于生活中要用无数个不同的谎言来维持稳定。想来叶晨之前每次要去做他自己的事情，又不方便让自己知道的时候，都要想尽各种理由撒谎，甚至还要找各路人到家里来帮他演戏，他自己应该也挺累的。叶晨萧初然是绝对信任的，萧初然说要出差，他并没有任何怀疑，只是问他，老婆，要不要我陪你一起去啊？反正我到时候也没什么事情。萧初然说，不用麻烦了，我是去工作的，又不去旅游的，带着老公去聊项目，可能反而会让人家客户觉得我不专业，而且我去也不会太久，只是做一个实地考察，拍拍土量量尺寸就回来了。到时候设计方案我要回到金陵再做，做好了线上发给他就可以。叶晨也没多想，微笑着说，那行，到时候看完演唱会，你去荣城，我回金陵。萧初然松了口气，既然行程已经定下来，他打算回头抽空去一趟栖霞寺，把具体的安排告诉唐四海，到时候自己跟叶晨前脚出发去燕京，自己就找个理由，后脚让唐四海把爸妈带走，等自己在燕京跟叶晨分开之后，再让唐四海把自己也悄悄带离华夏。他们一家3口本身也没有什么太多牵挂，奶奶之类的亲戚也早已经老死不相往来，只要一家3口还在一起，去哪里都是一样。这几年全家人都仰仗叶晨的照顾，现在也该自己为他考虑一下了。